陈平握住林雪的手，掌心传来的温热让他微微一颤。陈平把镇魔塔放到剑宗后山的一处隐秘石窟中，这样就不用有人护法了。石窟有个石门，上面刻满了流转的符文，透着一股古朴而厚重的气息，一般人没办法轻易打开这石门的。这塔内时间流速与外界不同，一日抵外界100日，我们且在里面静心修炼。陈平轻声道，指尖在石门上划过，灵力注入的瞬间，符文骤然亮起，缓缓开启一道仅容2人通过的缝隙。林雪低着头，脸颊绯红如霞，都听师兄的。话音未落，手腕已被陈平轻轻拉住，踏入了那片氤氲的光晕之中。陈平把林雪带入镇魔塔，塔内别有洞天，并非想象中的阴暗狭窄，而是一片广阔的世界。空气中弥漫着浓郁到几乎化为实质的仙气，周围环绕着各色仙脉，耳边隐约能听到仙气奔涌的声音。这里竟是如此仙境。林雪惊叹出声，眼中满是诧异。她一直以为镇魔塔是镇压邪祟之地，却没想到那里竟是这般景象。陈平笑着点头，此塔不仅能镇魔，更是修炼圣地，你且在此处安心修炼，我去唤胡麻大师过来。说罢，他身形一闪，已消失不见了。不过片刻，陈平便带着胡麻子折返而来。胡麻子一踏入塔内，顿时被浓郁的仙气惊得瞪圆了眼睛，狠狠吸了口气，脸上露出狂喜。好家伙，这地方的仙气又浓郁了，你小子看来没少在这塔内装资源呀。当然了，我把搜刮到的各种资源都放在镇魔塔内了，这才让镇魔塔内的仙气如此充盈。胡大师，你且寻一处石台恢复，塔内仙气充裕，对你的伤势大有裨益。我与师妹在那边修炼，有事可随时唤我。胡麻子连连点头，搓着手兴冲冲地奔着石台而去，刚跳上去便盘膝坐下，迫不及待地运转功法，周身瞬间萦绕起一圈肉眼可见的仙气漩涡。陈平带着林雪来到一处隐蔽的地方，此地被一道淡金色的光幕笼罩，既能隔绝外界干扰，又能汇聚仙气。他转身看向林雪，眼中带着温和的笑意，接下来的日子便要辛苦你了。林雪咬着唇，轻轻噔了一声，指尖无意识地搅着衣角。那晚在房间里的旖旎画面不受控制地涌上心头，让他呼吸都变得有些急促。陈平不再多言，率先盘膝坐下，示意林雪坐到自己对面。当2人掌心相贴的刹那，一股精纯的灵力顺着手臂流转，在彼此经脉中形成一个完美的循环。陈平的神龙之力带着霸道的阳刚之气，林雪的灵力则如清泉般柔和，刚柔相济间竟产生了奇妙的共鸣。很快，林雪身上的衣服自己掉落，一丝不挂地展现在陈平面前。陈平则是把自己最阳刚的东西送进了林雪体内。时间在修炼中悄然流逝，塔外1日，塔内100日。起初，林雪还因不太习惯，眉头微皱，可随着2人不断交融，她渐渐沉浸在修炼的玄妙之中，并且林雪不自觉地开始喊叫，而且叫声越来越大。幸好是在镇魔塔内，外界根本就听不到。陈平则是全身心的投入，他的神龙之力不仅能淬炼林雪的经脉，更能引导他体内的灵力突破瓶颈。短短数十日，林雪便感觉修为隐隐有了松动的迹象，而陈平则借着双修的契机，不断打磨体内的3足之力与神龙之力。之前动用神王功造成的经脉损伤在浓郁的仙气与林雪柔和如水的滋养下迅速恢复，丹田内的灵力越发凝练，隐隐朝着地仙境的门槛逼近。然而这份宁静却被不远处的胡麻子打破了。之日，正当陈平引导着一股狂暴的神龙之力涌入林雪体内，助他冲击地仙境7品时，林雪忍不住闷哼出声，额上渗出细密的汗珠。
掷声轻吟刚落，便听对面石台上传来砰的一声闷响，胡麻子竟从石台上摔了下去。胡大师，怎么了？陈平连忙收力，然后跑出去，关切地问道。胡麻子捂着后脑勺爬起来，一脸郁闷地瞪着陈平，没事，就是打坐久了腿麻。可他那眼神分明带着几分不自在，尤其是在看向林雪时，目光躲闪，脸颊竟也泛起一丝可疑的红晕。林雪被他看得越发羞涩，连忙低下头，耳根红得快要滴血。陈平这才恍然，他们两人虽然躲在隐蔽处，看不到人，却挡不住声音的传播。这些日子两人双修时，林雪的呻吟声一浪高过一浪，想来都被胡麻子听了去。以胡麻子性格，听到这种声音不难受才怪呢。陈平忍不住干咳一声，尴尬道：胡大师，要不我再为你设一道隔音阵法？不必不必。胡麻子连忙摆手，梗着脖子道：咱是那种俗人吗？你们练你们的，我恢复我的，互不干扰。其实听着林雪姑娘嗷嗷叫也挺刺激的。胡麻子说罢，他转身跳回石台，背对着两人盘膝坐下，可那微微颤抖的肩膀却暴露了他此刻的不平静。林雪满脸通红，看向陈平道：师兄，你以后小点力道，都不管我的死活。没办法，谁让你那么嫩。陈平嘿嘿一笑。接下来的日子，胡麻子果然再没出过声，只是偶尔能听到他那边传来拳头砸在石台上的闷响。陈平与林雪也尽量收敛气息，可修炼到关键处，灵力冲击带来的反应终究难以抑制。每当林雪的轻吟响起，对面石台的动静便会明显一顿，随即传来更剧烈的喘息声。这般啼笑皆非的日子持续了许久，塔内的仙气在三人的疯狂吸收下渐渐稀薄了几分，而他们的修为也在以惊人的速度飙升。先是林雪在陈平的全力协助下，接连突破瓶颈，一路从地仙境4品冲到了7品，周身灵力凝如实质，隐隐透着一股灵力的剑意。紧接着，陈平在一次双修的关键时刻，丹田内的灵力骤然爆发，神龙之力与三足之力彻底融合，金色的鳞片瞬间覆盖全身。一声龙吟响彻塔内，他成功突破到了地仙境。而最令人震惊的当属胡麻子，或许是塔内仙气太过充裕，又或是他心中憋着一股劲，原本受损的神识不仅完全恢复，修为更是一路暴涨，竟直接达到了9品之境。这可是胡麻子轮回前最巅峰的境界了，现在完全恢复了。这一日，当三人同时收工时，整个镇魔塔都微微震颤了一下，3道强悍的气息冲天而起，交织成一片绚烂的光霞。陈平看着林雪，眼中满是欣慰，恭喜你，师妹。林雪脸颊微红，刚要说话，却见胡麻子从石台上跳了下来，背着双手来回踱步，眉头紧锁，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胡大师，你这可是突破到的仙境9品了，如此大喜事，怎么还愁眉苦脸的？陈平不解地问道。胡麻子猛地停下脚步，转头瞪着陈平，一脸憋屈，喜个屁，你俩天天在那边哼哼唧唧，老子听得心痒难耐，修炼都不得安生，好不容易突破了，却憋着一肚子火，你说老子能高兴得起来吗？这话一出，陈平顿时哈哈大笑起来。林雪则羞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双手捂着脸，耳根红的能滴出血来。是我考虑不周，是我考虑不周。陈平笑着摆手，等出去，我给胡大师找几个女修玩玩，好让胡大师也放纵一下。胡麻子一听，这才哼了一声，脸色稍缓，可看向陈平的眼神里依旧带着几分羡慕嫉妒恨。三人收拾妥当，一同走出镇魔塔。陈平把镇魔塔收了起来，然后走出石窟。石门缓缓关闭的瞬间，外界的阳光洒在身上，
带着几分久违的暖意。算算时间，他们在塔内待了整整1年，外界却不过短短3日。石门在身后缓缓闭合，最后一缕古朴的符文光芒消散在石窟的阴影里。凌雪站在原地，指尖还残留着塔内浓郁仙气的温润感，耳边却已换成了山间清风拂过松针的清响。外面的空气倒比塔内清爽些。陈平伸了个懒腰，骨节发出一连串轻响，地仙境的灵力在经脉中沉稳流转，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他转头看向凌雪，却见她正低着头，白皙的脖颈泛起淡淡的粉晕，双手下意识地绞着衣袖。怎么了？陈平走近2步，鼻尖隐约嗅到她发间沾染的灵草香气，那是石窟边生长的凝露草，据说沾染了仙气的花瓣能安神定魂，想来是凌雪在修炼间隙悄悄采来别在发间的。凌雪猛地抬头，眼神撞进他带着笑意的眸子里，慌忙又低下头去，声音细若蚊蝇：没什么，就是觉得外面的日头有些晃眼。话音刚落，一阵山风卷着落叶飘过，他鬓角的一缕碎发被吹到脸颊边，微微发痒。他抬手去撸，手腕却被轻轻攥住了。陈平的掌心带着刚从塔内带出的余温，比山间的风要暖得多。指尖不经意擦过他的脉搏，引得他心跳漏了一拍。在塔内突破时，你的灵力有些浮躁。陈平的声音低沉了些，带着认真的关切。回去后用清心草煮些灵茶喝。他顿了顿，目光落在他微微泛红的耳根上，忍不住补充道：别熬太晚，你如今刚到地仙境7品，根基还需稳固，你要时不时的找我双修，稳固一下根基。凌雪看了陈平一眼，他怎么能不知道陈平的意思？陈平这是摆明了，即便是离开镇魔塔，不修炼了，也找机会要干那事。确实这段时间，凌雪也早已经喜欢上了这种感觉，又能舒服又能修炼，修炼速度还快，何乐而不为呢？只是苦了自己的双腿，现在走路都有些疼。凌雪嗯了一声，点了点头，却没抽回手。山风又起，吹得她裙摆轻轻扬起，扫过陈平的裤脚。她忽然想起塔内最后一夜，灵脉潮汐涌来时，陈平为了帮她稳住灵力，直接弄了整整3个时辰。那时陈平的呼吸落在她额前，带着淡淡的仙气味道，比任何灵丹妙药都要让人安心。师兄，凌雪鼓起勇气抬头，目光恰好对上陈平含笑的眼睛。你在地仙境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就像……陈平想了想，抬手对着不远处的一块巨石虚虚一握，那半人高的青石竟无声无息地裂成了数块。以前看山是山，如今看山，却能看清每一块石头里的脉络。他收回手，指尖轻轻碰了碰他的脸颊，就像现在看着你，能感觉到你灵力里的那点小波动。是不是又在想塔内的事？凌雪的脸疼得红透了，猛地抽回手，后退半步，嗔怪地瞪了他一眼。师兄又取笑我。可那嗔怪里却没什么力道，反而像春风拂过湖面，漾起一圈柔软的涟漪。他转身朝着宗门方向走，脚步却比来时慢了许多，故意留出半步的距离，等着身后的人跟上来。陈平看着他略显仓促的背影，肩头微微耸动，低低地笑出了声。他快步跟上，与他并肩走在山间的小路上，脚下的石子被踩得咯吱轻响。对了，凌雪忽然停下脚步，从储物袋里摸出一个小小的锦囊，递到他面前。这是我用同心花晒的干花，你带在身上吧。古书上说，这种花能让修士在战斗时心神合一。锦囊是他用自己的本命灵丝绣的，边角处还藏着一朵小小的剑形花纹，那是剑宗弟子的标志。陈平接过锦囊，入手轻飘飘的，却仿佛握着一团暖融融的心意。他低头嗅了嗅，
清冽的花香混着他指尖的气息，竟比任何护身法宝都让人安心。那我便收着了。他将锦囊塞进衣襟，贴在胸口的位置，等从黑风山脉回来。我教你一套新的剑法，是我突破时领悟的，正好配你如今的灵力。林雪的眼睛亮了亮，用力点头，好。两人一路走着，没再多说什么，可偶尔不经意间碰到的胳膊，或是同时避开一根低垂的树枝时的对视，都像山间悄然流淌的溪流，带着说不尽的温柔。快到宗门山门时，林雪忽然想起什么，停下脚步，从袖中摸出个小小的玉瓶，这个你也带上。玉瓶里装着淡粉色的药膏，是他用雪肤草特制的。我不用。陈平笑着想推回去，却被他执拗地塞进手里。带着。林雪的语气难得强硬了些，脸颊却红得更厉害。黑风山脉邪祟多，万一受伤了呢？这药膏能驱邪毒。他说完，像是怕他再推辞，转身小跑着进了山门。裙摆扫过石阶，留下一串浅浅的脚印。陈平握着温热的玉瓶，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回廊尽头，低头笑了笑，将玉瓶小心地收进储物袋。山风穿过山门，带来远处练武场传来的呼喝声。他深吸一口气，朝着剑宗驻地走去。刚回到剑宗驻地，林雪便感觉双腿有些发软，走路的姿势都变得有些不自然，每走一步都忍不住蹙一下眉。林雪师姐，你怎么了？是不是受了伤？一名年轻的师弟见他步履蹒跚，关切地问道。林雪脸颊瞬间爆红，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眼神慌乱地看向陈平，像是在求助。陈平刚想开口解围，却见墨尘拄着拐杖走了过来。他目光在林雪身上一扫，随即看向陈平，眼中闪过一丝了然的笑意，撸着胡须道：年轻人精力旺盛是好事，只是凡事须有度，过犹不及啊。这话虽未明说，可那眼神里的意味却再明显不过。林雪听得真切，羞得脖子都红了，低着头快步跑回了自己的房间，连头都没敢回。都怪陈平不懂得怜香惜玉，整整1年从不停歇，都肿了，林雪走路都有些别扭。陈平尴尬地摸了摸鼻子，墨尘却走上前，打量了一眼陈平，感受到陈平身上那股浑厚磅礴的地仙境灵力时，老脸上露出了震惊之色。你竟已突破到地仙境了？要知道，陈平踏入散仙境也不过才数月，这般修炼速度简直闻所未闻。陈平笑着点头，托师妹的福，跟我双修，侥幸有所精进。墨尘连连点头，眼中满是欣慰。好，我剑宗终于有能独当一面的强者了。他转头看向胡麻子，感受着对方身上那股深不可测的气息，更是惊得瞪大了眼睛。胡大师，你这是？不过恢复到的仙境9品罢了，不值一提。胡麻子故作淡定的摆摆手，可那微微扬起的下巴却暴露了他的得意。墨尘倒吸一口凉气，这才3日不见，不仅陈平突破的仙境，连胡麻子都恢复到了地仙境9品状态，这镇魔塔当真是神物。你们刚刚突破，需要巩固一些时日，这几天剑圣城平静多了，你们就好好待着吧。墨尘对着陈平和胡麻子说道，他怕陈平和胡麻子刚刚突破，就去找恶道店的麻烦，毕竟刚刚突破，需要巩固才行。多谢师尊提醒，我知道。陈平点了点头。接下来几日，陈平、凌雪还有胡麻子都是一直在巩固现在的修为。而凌雪自镇魔塔出来后，虽已进入地仙境7品，可陈平总觉得他的灵力流转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虚浮，在塔内为求速进，两人双修时灵力交融过于急促，而陈平一次次把自己的元阳注入凌雪体内，使得凌雪虽冲破了境界壁垒，却也让他的经脉承受了不小的压力。
这日清晨，陈平特意让人在演武场东侧清出一片空地，又命弟子搬来数十块蕴含精纯土属性灵力的沉水玉，按照7星方位布成一个简易的聚灵阵。凌雪，过来试试。陈平拍了拍身边的玉台，沉水玉在晨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隐隐有灵气在石缝间流转。凌雪抱着长剑走来，看到那片玉阵时，眼中闪过一丝好奇。师兄，这是？沉水玉聚灵阵最适合温养经脉。陈平示意他盘膝坐在阵眼的玉台上。你刚突破境界，灵力虽强却不稳固。今日我们便用最笨的法子，一点点将灵力玉贴进经脉里。凌雪依言坐下，刚运转功法，便感觉到四周的沉水玉突然亮起淡淡的土黄色光晕，一股温和却厚重的灵力从四面八方涌来，如同暖泉般包裹住他的四肢百骸。凝神静气，随我引导。陈平也在他对面盘膝坐下，双掌虚悬，掌心对着他的丹田。地仙境的灵力如同涓涓细流，缓缓注入他的体内，沿着他的经脉温柔地游走。